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教学的是自然卷初音法如何做打薄。在课程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，先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们现在课程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它是初音法，然后有一点微微的自然卷，所以头发就比较容易蓬。尤其它留长之后，想继续留长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长度是非常容易翘的。那我们今天教的就是如何做打薄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过渡期如何做修剪。第一个，我们先把内层比较多的长度修掉，修完之后我再来教大家如何做打薄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头发分两个区域，第一个区域在它顶部这里分一个圆弧形下来，就是整个半头的那一种长度，然后把它夹起来。好，夹起来之后它下摆这边的长度其实是最容易翘的。那我们先把它这边的头发的轮廓先做平剪修短的动作。那我们从后面这边先分一个小区域，那平平的低层次往下拉下来。那在这边我们会去掉两指的长度，后面的部分去掉两指的长度，然后做点剪的动作，不要做平剪，平剪会太硬。如果平剪对这种初音法来讲剪下去它就会很扁、很硬、很厚实，所以用点剪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手指头是靠在它肩膀上的哦，然后这样做点剪的动作。好，第一层长度基准线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带到旁边耳朵后面的位置，在这里一样。水平拉下来，有看到刚刚剪过的长度跟现在的长度，我们做连接，一样做点剪的动作。好，这边点剪完了，我们再回到另外一边，这里一样分耳朵后面的区域，耳朵后面区域分完，那水平梳下来。你可以看到刚刚的导线，中间这些导线跟旁边，我们平行的点剪，水平式的点剪过来。因为这种内层其实我们在做一个过渡期裁剪，这一层的长度需要往内收一些，让外层盖下来，内弯的一个效果。这样这种长度你回去整理它就可以很简单的，不容易乱翘了。然后到肩膀这个位置是重点哦，肩膀这里它摆下来，它会有一个弧形下来的效果。我们把这一个多余的角直接去除，直接去掉这个角度就好了。来，再看一次哦，我是放到肩膀，然后这样梳子轻轻的压下来，多余的角度去除掉，然后再换另外一边，然后一样放回来。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多余的角度，有没有看到？用梳子梳背这里轻轻的压着，然后稍微的做连接，这样圆弧形的平修过去。好，现在下摆层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再把上面这边放下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二个步骤呢，我们把上层放下来之后，我们用放射型的提拉方式，然后去做下摆45度的修剪。那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我们放射型的就是直立分线。直直的这样画下来，画下来之后你的手呈这个方式，一个7形的一个方式，那这样抓着头发，慢慢的往下提拉下来之后呢，看到多余的长度中间这一段有没有？我们把它连接起来，这样简单的连接就可以咯。再来像切西瓜这样放射的过来，然后连接我们刚刚修剪的一个长度，那手指45度角往下提拉，那你会看到这一个多余的长度，我们把它去除掉，然后到侧边这里一样的方式，45度角往下提拉，拉下来，会看到这个多余的角度，我们把这个角度用点剪稍微修饰一下。好，那这边我们特写给大家看，垂直分线。那45度角提拉下来，那可以看到这一块是多余的角度，对不对？你就点剪的方式把这个角度简单的稍微去除，然后再下一片，这样一片一片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
一个过渡期的修剪的长度。那把多余的长度稍微去除，因为我们如果要留长的话，头发就不要剪到太多长度，我们只要把轮廓做一点整理，你就会发现吹干完啊，它这个造型的效果就会好很多了。好，接下来第3个步骤就是要做打薄了。第1层跟外层的长度、多余的长度都修剪完了，我们接下来进行第3个步骤，就是打薄的部分。那自然卷啊或搓印法，切记一个地方，外轮廓不要打薄。那外轮廓是哪里？外轮廓就是它头发最外围的这一圈，就是最上面这一层。它为什么叫外围轮廓？是因为它是头发盖下来外面的那一层，所以啊，这个我们就称它外围轮廓。那这一层不要打的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这一层打薄了，自然卷啊比较容易毛躁，比较容易蓬。如果你打了之后，它就会毛毛的飞起来。所以如果你有那一种被过度打薄或打到外围的头发，你就会发现你吹完的时候，头发就这样飞飞的、毛毛的。那该怎么办？没救，你只能等它留长。所以我们在打薄的时候，上层的外围轮廓一定不要做到打薄刀的调整。你如果想要做调亮，我等一下教大家一个比较常用的技巧。那我们先用打薄刀可以完成的，就是内轮廓的调整。好，我们先把外围轮廓这一区，这个区域，我们先把它夹起来。好，夹起来之后啊，中层、中间这一层都是可以打薄的范围。然后表面层是什么？就是发际线、发际边缘的长度也都不要打到。所以我们上跟下都不要动，我们只要动中间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你会得到就是它的厚度变少了，但是头发放下来之后不会过度的毛躁，而且会比较好整理，吹干也会比较快。那打薄的话，我们只打中间这一段嘛。那这一段该怎么打呢？有些人拿起来就是直接打了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你这样打完，头发虽然变少了，但是啊，它还是会容易这样飞飞的蓬起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先把头发喷上一点点水，中层这里都喷完一点水之后呢，我们在这里用一个直立分线，分一个长方形，看好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效果。然后头发往下45度提拉，往下哦，然后轻轻的做扭转，做扭转的动作。那扭转的方向啊，中间这一边你不管往左往右都可以。那两侧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往反方向去转。我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先做第一片扭转，扭转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转到它头发是有一个往内走的轮廓就可以，然后不要有那种缩短，像这种缩进去的效果，不要这样。我们只要轻轻的做扭转就好了。好，轻轻的扭转完之后呢，我们拿出这一种15% 的打薄刀，然后打的范围呢，就是在头发以3等份来说，1等份、2等份、3等份，我们从2/3的位置开始下刀，这里第1刀、第2刀、第3刀，这样3刀。那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头发里面最多2下的重复，来看一次哦，第1刀、第2刀、第3刀，这样一次。那可以再一次，1、2、3，好，这样2次，我们就可以把头发梳下来。这一片头发打薄就打薄完了，你可以看到它打下来这么多头发，但是呢，它这样梳完的时候啊，头发是弧进来的。为什么要做扭转？扭转的动作就是呢，它可以制造出头发的一个长跟短的交错。那我们在打薄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不会是一条很刻板的刻线在某一个杠上面，因为打薄如果是你这样拉起来直接打，它就很明显的一尺的杠痕，那就非常的不自然。所以我们在打薄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用直立的分线，分一个小长方形，往下45度扭转。那像这一区块，我就往这边转，往这边的方向转哦，看到了吼，扭转，那一样从2/3处一下。然后中间一下，尾段一下，再一次1、2、3。好，那我们梳下来，可以看到，像这样的头发就是很好的打薄量，不会太多，也不会太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侧边，
记得发际边缘这一块不要打到，因为这里是最外层的轮廓嘛，你打到它就会很容易毛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在这里挑一个大三角形，这里是三角形哦，记得哦，三角形，然后往后面做旋转，往后面来1、2、3，三圈，然后一样从2/3处下第一刀，1、2、3。那有没有看到我的下刀啊是斜线的？我是顺着这个头发的轮廓下刀的哦。看，我是顺着这个头发扭转的位置下刀的，我并不是这样平的切，就很像我们在切菜有没有？切的漂不漂亮，就是看这个刀工了。所以啊，下刀的位置很重要。那打下来的头发，其实打下来的头发就很多咯，因为搓印法或自然卷头发会特别的多。这样掐起来，这边你看一下，它的发中发尾就会开始有一点轻飘飘的感觉，然后它会顺着发流做一个内弯的效果。那另外一边还没打的头发，还没有调过的头发，你会发现它一整块就比较厚，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调亮调得好的话，头发就是很好的整理。来，我们换另外一边长方形的方式。然后我们做简单的扭转，这一个区域往这边扭转，往这边这样扭转过来，然后往这边扭转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剪刀呢，我们就要反过来，从这里进去，从这里，因为它是往这边跑的，我斜线是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剪刀就顺着头发纹路这样去走，这样打下来的效果啊，失误率几乎为0。好，到侧面一个大三角区分起来。然后往后面做扭转，往前扭转打薄，它就会往这边跑；往后面打薄，它就会往这边跑。那我们当然是往这边往内嘛，往内它才不会翘出去啊。所以呢，剪刀顺着头发的扭转方式，斜线切口进去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。有没有发现我没有打到上面哦？打到这边，它头发会让站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切在这一个扭转的位置上。好。完成之后梳下来，好，那这样打薄的技巧中段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内层的打薄已经完成了。如果想要让这个发型更精致的话，我觉得在外轮廓加上弯刀调亮的技巧。为什么会在外轮廓使用弯刀？是因为外轮廓啊，你如果用打薄刀，它就很容易毛。所以弯刀的话，你可以顺着它发尾的轮廓去做一个修饰，让它头发放下来的动感啊是更好的一个效果。所以外轮廓我就不会用打薄剪去做，我会用这一种滑剪或者是弯刀，在发尾的末梢稍微加强一点弧度，像这样抬起来高角度，然后在尾段这里加强一下。那如果大家对这种滑剪技巧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，我之后如果很多人留言，我再拍一部专门的滑剪技巧给大家。好，那最后等一下帮它吹干，稍微整理一下给大家看整体的效果。好，那我最后帮他把头发稍微吹顺了一下，那用离子夹稍微带了一些。那我现在来做一个课后总结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分上下两区，那把发尾这里去掉2个指节内层的部分，去完之后呢，把第2层放下来，然后45度角去掉角度。那这2个动作完成之后，我们就把顶部区分起来。那把内层这里做一个打薄调亮的一个效果，那外轮廓我就用滑剪带了一点线条，所以啊，它整个放下来的轻盈感就会比较好。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过渡期的修剪。那这样你学会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。如果对今天课程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最后这边附上 IGFB 跟 LINE 的部分，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